霍迪亲率大军压着尼普顿赶去广场，而他手下的干部们正在渔人岛各地进行屠杀和破坏，把渔人岛作得不成样子。小个头红鲨鱼渔人达摩，双颚拥有巨大的咬合力，就连房子都可以轻易咬碎。它可以像土拨鼠一样钻入地下，利用牙齿咬碎泥土，快速挖洞前进。大王乌贼渔人胡子哥擅长使用红缨枪，此红缨枪刺中敌人后就会吸干敌人身上的水分，使敌人变成标本。双髻鲨鱼渔人呆头哥武器是一把巨大的锤子，一旦受到攻击或者自尊心受挫，就会利用光能量槽进入消沉状态，服下炫耀后就会激发兽性，力大无穷。蓝环章鱼渔人酒鬼哥号称是渔人岛最强的剑士，担任霍迪的保镖。和索隆一样，酒鬼哥也是嗜酒如命的主，逢酒必喝，喝酒必醉。但是醉酒后的他才是展示恐怖实力的时刻，一套醉酒剑法耍得让人惊叹，醉得越厉害，砍人越凶猛，而且往往不分敌我，见人就砍。日本须鲨鱼人斑马哥，这是一个棘手的人物，因为他可以像变色龙一样改变自身的颜色，融入到背景环境中，就像是隐身的能力一样。敌人与其交手，很难掌控他的动向，自尊心很强，自称愚人界贵族，自己受伤了都会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岛民感觉十分痛苦，更认为不可理喻。明明愚人族只是希望能和人类交好，为后代预备更好的生存空间，就要为此付出生命。霍迪实在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恐怖分子。现在所有愚人族岛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尼普顿3位皇子的身上。霍迪服下太多的凶药，副作用显而易见，浑身疼痛不止。为了止痛，霍迪只能继续服用过量的凶药，更大的痛苦立刻覆盖全身。霍迪伏在海兽的背上，哀嚎不止，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你以为霍迪会就此暴毙，渔人岛的危机瞬间解除吗？不，霍迪变身了，就像所有超级英雄的电影里被基因改造、被宇宙光线辐射、被有毒的生物袭击后的主角一样。历经漫长的痛苦，他变身成了更强大、更凶猛的怪物——白发版霍迪。白发版霍迪更加凶暴，那是不同于霸王色霸气的恶鬼般的气质。海兽光是看他一眼就开始浑身发抖。霍迪看到地上是尼普顿的左右大臣以及一群卫兵，嘿嘿一笑，随手甩出一颗水滴，水滴落在地面，宛如导弹爆炸，将一大片的陆地和建筑瞬间摧毁。下方的尼普顿士兵被直接歼灭，全军覆没。霍迪没有继续追杀已经昏厥的左右大臣，直接让海兽掉头赶去广场。岛上的渔人们看着天空漂浮的海兽，陷入绝望之中。尼普顿3位皇子乘坐龙宫船向广场赶去。有手下分析到，霍迪将出行光的地点特意设在了广场，恐怕是为了引3位皇子上钩，这是一个圈套。然而沙星王子却不以为然，不论如何，自己绝对不允许霍迪对父王下手，也绝对不会因为霍迪的行为让国民们放下的对人人的戒备再次提起来。沙星即刻下令，召集全国的士兵，务必将国王救出来。沙星的2个弟弟黄星和翻车星看上去愚蠢无比，但也是有头脑有见识的角色。提到草帽团，3兄弟一致表示，虽然夏利预言草帽团会毁灭这个国家，但是却没有发现草帽团的敌意，而且人鱼湾的人鱼们对草帽团的评价很高，光凭这些大概就可以确定草帽团并非敌人。另一边，被白星当面拒绝的范德戴肯回到了自己的沉船中，悲伤的直流泪。曾经白星是小孩的时候，范德为了祖先的梦想决定与他结婚，现在长成大人的白星越发美丽动人，范德已经不能自己的爱上了白星，而白星的一句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将范德的爱慕之心伤得支离破碎。范德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滋味，伤心的范德把自己的头发剪成地中海，但是这并不能让他得到安慰。他本想扔东西过去将白星直接杀死，但是扔出去的凶器都直接被路飞拦了下来，让范德特别不痛快。范德气得嗷嗷直叫，突然他想到了一个更变态的办法，不如扔一个大家伙过去，将白星连同他周围的其他人一起干掉就好了。范德摘掉了右手的手套，触碰到了巨型沉船诺亚，巨船立刻抖动起来，整个海底都跟着震动。这个足足有半个渔人岛那么大的船慢慢漂浮起来，向白星飞了过去。这种巨物一旦进入渔人岛，别说是白星了，整个岛屿都将被撞毁。疯狂的范德大吼一声，永别了渔人岛。广场上，尼普顿的护卫军举起手中的枪，等待霍迪等人到来。不久，霍迪一行的海兽飘荡到广场上空，护卫军立刻向霍迪喊话，要么就向他们开枪，把他们打下来。霍迪甚至不屑看一眼这些人，正巧手下的几位干部也赶到了广场，他们驱动海兽进攻，直接将广场上的尼普顿军团灭掉。岛民们奔向广场，围观尼普顿王的行刑，但广场的入口早已被封锁起来，大家只好攀上周围的珊瑚群，由高处向广场内张望，却看到了令在场所有人心碎的一幕：国王尼普顿被捆在行刑的柱子上示众，行刑柱下是霍迪以及他的干部，周围全是霍迪的手下，粗略看过去大概有上万人。一个士兵颤抖站起来，手中拿着炸药，打算和霍迪手下的干部同归于尽。霍迪随手甩出一个水滴，当场将士兵打死。面对国家卫兵们的狼狈和霍迪的强大，新鱼人海盗团的人发出爆笑。这也难怪，
堂堂国家护卫队居然连一群海贼都打不过，谈何保护国家呢？这时，尼普顿的3位皇子乘坐金龙鱼赶到了现场，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带着愤怒，带着咆哮冲过来了。3位皇子的战斗力还是有的，不过霍迪手下的干部们会嗑药，嗑完药后，大家的战斗力大幅度提升，一瞬间就将3位皇子干倒，将他们连同尼普顿一起绑在了出行柱上。果然，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不过，霍迪还不着急把他们杀死，他要利用尼普顿王和3个皇子将最棘手的人鱼白星公主引出来。在霍迪眼中，尼普顿王和3个草包皇子不过是乌合之众，根本构不成威胁。整个鱼人岛最让霍迪忌惮的就是白星，他那个可以操控海王类的力量着实恐怖，不把他杀了，自己寝食难安。海之森林里，路飞和慎平还在不停的争吵，谁也不肯让步。鱼人岛的危机却越来越近。慎平大吼一声：“不要和霍迪开战！”并非是放过霍迪，而是不要贸然开战。这件事只能智取，不能莽撞。看到路飞终于平静之后，慎平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至于作战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学动画组一起留个悬念吧。总之，慎平率先骑上了宠物鲨鱼，和白星公主一起向广场赶去。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刚飞了没有1公里，直接闯进了霍迪设下的陷阱，被霍迪的手下用网连同鲨鱼一起直接抓了起来。霍迪一看，想什么来什么，而且居然还有意外收获，不仅抓了白星，连慎平也一起被抓了。把这2个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人除掉，鱼人岛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今天真是好日子，霍迪喜笑颜开，心情大好。不过他还留了一手专门对付草帽团，他有一支由7万个鱼人和3万个人类海贼组成的军团，从各个方向涌入广场，密密麻麻的聚集在这里。有了这10万人，就算草帽团杀过来，他也毫不畏惧。鱼人岛的占卜大师夏利夫人跑过来，特意给霍迪泼了一盆冷水。别太得意了，占卜中显示毁灭鱼人岛的是路飞，也就是说，决定鱼人岛命运的是草帽路飞，而不是霍迪。霍迪一看，气得不打一处，一滴水滴甩过去，将夏利夫人打翻。一般当权者多多少少信点玄学迷信，听别人说自己的结局不会好，谁心里也不愿意。霍迪打倒了夏利，强行给自己解释一波，能够毁灭鱼人岛并且重建的人只有我自己。激动之余，霍迪道出了10年前一级王妃暗杀事件的真相，那个凶手就是霍迪自己。他为了激起鱼人族和人类的矛盾，买通了一个人类海贼，烧毁了签名，自己躲在暗处枪杀了一级王妃，之后再将人类海贼干掉，把人类海贼的尸体拽出来，向全国宣布是人类杀死了一级王妃。如此一来，死无对证，鱼人族对人类的印象本就不好，没有人会怀疑霍迪说的话。霍迪又嚣张又得意，对尼普顿王进行攻击虐待，又不断的挑衅刺激白星，巴拉巴拉的讲了半天。本以为白星会当场精神崩溃，没想到白星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了。”此言一出，在场所有的人，包括霍迪在内，全部懵逼。那是在一级王妃死后的几年，白星的宠物鲨鱼将事情告诉了白星。宠物鲨鱼原本是尼普顿军的宠物，霍迪暗杀一级王妃的那一天，正巧被鲨鱼看到。白星看似一个爱哭的弱小女子，其实有着很强的隐忍力，就因为一级王妃死前的一句话：“无论凶手是谁，都不要怨恨，不要愤怒。”白星隐忍了数年，跟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霍迪暗杀母后的事情。而下一刻，霍迪直接指着白星嘲讽道：“你这种做法就叫做愚蠢，正是因为你的父亲、你的兄长、你的国家才都会灭亡。”霍迪大笑着甩出水滴，将尼普顿和3个皇子疯狂虐待，4人最终撑不住晕倒在地。虐待的环节结束了，霍迪也玩够了，拿过一把剑，准备对王族4人进行处刑。这时候鱼人们终于意识到戴帽子的海贼是贵人了，他们甚至开始期盼戴帽子的海贼赶快毁灭鱼人岛，将大家拯救出来。和平的时候，大家把一致对外的口号喊得特别响，真出事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给本国人带来最大伤害的永远都是自己人。现在没有人再说草帽路飞是坏人了。霍迪不屑一笑，抓起尼普顿王的头发，看好了国民们，现在将对善意的国王尼普顿实施死刑。接下来就是反派话多的环节了。霍迪巴拉巴拉说了半天，终于把路飞给等来了。2档路飞从宠物鲨鱼的嘴里冲了出来，带着鲨鱼的口水，一脚直接命中霍迪的肚子，将霍迪狠狠地踢飞。紧随路飞后面的是用海市蜃楼一直隐藏自己的娜美，娜美解除了海市蜃楼的状态，顺手把天龙人当年给一级王妃的信函和钥匙一起偷了过来。罗宾接过娜美的钥匙，替尼普顿等人解开了锁链。空中，弗兰奇驾驶着桑尼号进行增援，瞄准新一只海贼团人数最多的地方就是一炮，起码干掉了数百人。尼普顿的坐骑鲸鱼从空中降落，将尼普顿连同3位皇子一起救走。桑尼号平安着陆，草帽团的人如数到齐，大家摩拳擦掌，战意十足。时间来到了数小时前，到了该揭秘慎平作战计划的时候了。慎平一直担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草帽团贸然和霍迪开战，必然会激起鱼人族的反对。毕竟那些蠢蛋只会盲目的支持本国人，如果不把他们逼上绝境，他们是绝对不会说一句霍迪的坏话的。
更别说反对霍迪了。就算知道霍迪做的事情不对，谁又会说什么呢？如果反抗霍迪，不仅会被扣上与人类同流合污、背叛鱼人族的大帽子，还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于是慎平想了一个办法，他要让路飞像英雄一样出现在鱼人族的面前。路飞立刻否决了慎平：“我不要做英雄，我是个海贼。英雄就是有肉的时候需要分给其他人，我要吃肉。”慎平换了一个说法：“你可以吃肉。”路飞则立刻答应下来。慎平的作战计划很简单，就是要将鱼人族逼上绝路，再由草帽团登场干掉霍迪，以此不仅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对未来鱼人族与人类交好还会有极大的帮助。慎平让路飞等人事先藏在鲨鱼的嘴里，弗兰奇则带着几个人去营救龙宫城里的索隆三人，然后慎平和白星骑着鲨鱼赶往广场。途中一定会遭到霍迪的埋伏，被抓起来。到了广场上，娜美负责盗取锁链的钥匙和天龙人的信函。就在大家束手无策，霍迪得意忘形的时候，草帽团在全团出击，此时必定全场欢呼。所有人都知道，草帽团和慎平、白金公主联手拯救了国家，没有鱼人会再反对草帽团，毕竟他们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作战计划进行的比较顺利。路飞为了吃肉，少有的一次按照计划行事，没有拉胯。从节目效果和气氛渲染上来看，路飞的表现非常到位。霍迪挨了路飞一脚，毛事没有的站了起来，大骂范德戴肯是个废物，本想利用他干掉白星，没想到他居然失手了。接着就是霍迪巴拉巴拉的废话环节，一顿空想意淫，幻想着利用手里的虾兵蟹将将直接统治人类，统治完了人类就做海贼王。说完了废话，霍迪的10万大军开始蠢蠢欲动，这么多的人，就是路飞等人能打，累也累死了。接下来就是最经典的一个片段了，路飞不跟他们废话，直接走到人群中，释放出了霸王色霸气，只需一击就干掉了5万人。在场的人十分震惊，索隆直率地说：“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到，船长就该换人了。”路飞对霍迪怒目而视：“你去哪里当王都无所谓，但是海贼王我一个就够了。”我是千夫君，咱们下期见。